春暖花开，大地复苏的季节来了，喜欢园艺和种菜的朋友们，大显身手的时刻到啦！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洗小厨。今天呢，我是来分享和汇报一下这个春季我都种了些什么。这也是最近很多网友问我的一个问题，正好可以给想参考的朋友们一些主意。现在我的小菜园里呢，除了现有的一些多年生的蔬果以外，以下即将播放的这30多种蔬果，都是我上个月和这个月刚种的，大部分都是1年生的植物。下面呢，我就把这30多种蔬果按照7个类别展现给大家，顺便同时会介绍一些种植和育苗时的经验技巧。喜欢园艺和种菜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关注洗小厨和他的菜园子，让我们共同分享种菜的经验和欢乐。第一个类别，茄果类的。我今年茄果类的蔬菜已经开始育苗了，有茄子、番茄、辣椒和彩色甜椒。关于茄子，去年我种的是这种圆的大紫茄子，这种茄子个头较大较粗，味道也不错，尤其适合做炸茄盒，里面加上香香的肉馅儿，炸过之后大人孩子都爱吃。今年我没有种大紫圆茄子，而是种了2个新的品种，一种是小的长紫茄子，另一种呢是椭圆形的白茄子。这个品种我是第一次种，感觉还蛮新鲜的，非常期待秋天的时候能结出这样的果实。茄子喜温暖，不耐严寒，为了使它的种子尽快发芽，我们可以先用温水浸泡种子6到12小时，然后用潮湿的纸巾包上，放在温暖的地方，进行为期3到4天的催芽。待种子发出这样的白色小芽，就可以播种育苗了。茄子种子发芽和育苗的温度呢，最好是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。温度低会导致发芽速度慢，当气温低于15摄氏度时，基本上就不会发芽了。所以如果想早些育苗茄子的话，需要有加热垫儿或者是温室。新手如果什么设备都没有的话，那么先不要着急，等气温上升到一定程度再开始育苗。关于西红柿，品种就太多了。我今年种了4个品种的西红柿，一种是这种黄色的，叫 Golden Sunrise。这个品种我是买的种子，用种子播种的。以前试过给西红柿的种子浸泡催芽和直接播种进行对比，经过多年的实践，我发现西红柿的种子催芽与不催芽差别不大，完全可以把种子拿来直接播种，也很容易发芽。相信不少菜友们都经历过头1年种过西红柿的那块地，第2年自生自长出西红柿苗来的情况吧。我种的另外3个品种分别是 Black Cherry， 一种小的黑红色的樱桃番茄， Sauce Maker， 一种红色的大果实番茄，番茄味道浓郁，已经是第2年种了。还有第3种是今年头1次尝试，也是味道非常好的大果实番茄，叫做 Granny's Throwing。 这3个品种我是每种买了1颗苗，每种只买1颗的原因是因为番茄苗是1颗可以变成很多颗的，因为番茄的植株是可以用它的侧枝进行扦插的，而且扦插苗生长的也非常快，成功率也是相当高的。像这样的一棵番茄植株上不需要的剪枝剪下来的侧枝，你可以把它插在水瓶里，过2个星期就会生出根须，然后就可以1颗变成很多颗了。关于辣椒，去年种了2颗辣椒，就收获了很多。辣椒在没有霜冻的地区是可以多年生的，所以去年的辣椒植株今年还在。但是今年呢，我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 Joe's Long Cayenne， 和茄子一样进行种子催芽了之后就可以育苗了。期盼今年吃上新品种的辣椒哦。
今年我种的彩色甜椒的种子并不是买的，而是从超市里买的甜椒里取出来的。挑2个颜色正、形状好的甜椒，把它切开，取出种子就可以了。这样取种不但省了买种子的钱，还可以取很多的种子，到时候催芽成功之后，择优而种。第2个类别是豆类。今年的豆类我种了豆角、豇豆、花生和四棱豆。今年我种了2种豆角，一种是需要支架子爬藤的，另一种是矮的，不需要搭架子。这2种性状不同的豆角搭配着种，可以更合理地利用菜园的空间，利用不同的高度与其他蔬菜搭配种植，增加多样化的收获。这几种豆类中，豆角和豇豆年年种，花生和四棱豆今年第一次尝试，希望可以成功，到时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收获哦。第3个类别，瓜类的蔬果。瓜类的蔬果也是每年春季、夏季必种的。我今年种了8种瓜，有黄瓜、南瓜、丝瓜、角瓜、护瓜、毛瓜、小型的西瓜，还有一种多年生的佛手瓜。这几种瓜类蔬果一般都是春季育苗，在夏末或是秋季的时候可以收获。现在它们都是小苗，还没有移栽。我需要在它们长大之前把架子搭好。我种的第4类是块茎类。顾名思义，这一类别食用的都是地下的块茎。今年种了4种块茎类的蔬菜，分别是番薯、马铃薯、山药和生姜。块茎类的植物都比较容易生长，只要掌握了适合的温度，用对了合适的肥料，基本上种到地里之后就不需要怎么管理了。而且收获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，非常的治愈。第5类是叶类蔬菜。今年买到了中国芹菜的种子，所以育了几盒中国芹菜的苗。这几盒是绿色的芹菜，这2盒是红茎的芹菜。除了芹菜，芝麻菜也是我经常种植的。一年4季中，春、秋、冬3个季节都可以种。我会分批分次的播种，这样就可以一直采收到新鲜又嫩的芝麻菜做沙拉了。小生菜也是一年3季都可以种的，而且不占地方，花盆呐、小种植箱啊都可以种植。想吃的时候随时采摘，特别新鲜。冰菜是我今年首次尝试种植的蔬菜，感谢一位热心的网友送给我冰菜的种子。冰菜的种子真的好小。查了一下冰菜的种植温度，在20几摄氏度的时候是最合适的，所以在春季和秋季都适合种植冰菜。在花盆里先育苗，盖上保鲜膜。最近天气不好，希望这层保鲜膜
能起到一些保温保湿的作用吧。除了以上的几种叶菜，我最近还种了红叶苋菜和绿叶苋菜，还有芥菜。看着嫩绿的幼苗，心情特别舒畅。家庭有机小菜园，水果当然不能少。大部分的水果都是多年生的，所以我只需要补充种几种就可以了。草莓是有机菜园里必种的水果了。经过了几年的培育，最初的2颗草莓苗已经变成了现在这一大片。而现在的时节刚好是草莓开花结果的季节了。今年的草莓开了好多的花，这朵朵都是我家小馋猫对草莓的期盼。前些日子在网上偶然遇到了日本白草莓的种子，于是买了包种子回来种一种，希望也能种出稀有的白草莓。拭目以待吧。除了草莓之外，今年小厨还想种棵葡萄，大家有什么合适的品种推荐吗？请留言告诉小厨哦，期待你们的建议。除了种植蔬菜和水果，惬意优雅的田园生活怎么少得了千娇百媚的花呢？除了现有的玫瑰和绣球，小厨今年又种了几种更加实用的花卉。洋甘菊，这是一种可以泡茶喝的花，样子是白色的小菊花，星星点点的小清新风格，清新淡雅，可以晒干了做成花茶饮用。想想夏天坐在院子里品着花茶，赏着玫瑰，惬意惬哉。薰衣草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花，紫色浪漫的感觉一直是我的心头好，加上它独特的香味儿，具有驱虫的功能，制作成干花制品和薰衣草茶都是非常实用的选择，是院子里必不可少的花卉之一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疑问，薰衣草旁边的这盆黄色的小花，你们猜到了是什么吗？请大家猜猜看哦。万寿菊也是有着美好寓意的花卉，而且它的环境适应能力非常强，是非常好种又漂亮的切花。不但如此，万寿菊的实用性也很强，不仅可以观赏，还具有驱虫和抗氧化的效果。今年种了黄色和橘黄色2种，期待着它们的绽放。今年花园里新增的花还有百合花，我种的这几株是观赏型的，品种也不同，有的已经开始出现花蕾了，期待着它们夏日的盛开。百合百合，百年好合，在这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家庭美满。以上呢都是我今年刚种的，你们都种了些什么呢？有什么和我种的不同的吗？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种的种类和品种哦。喜欢家庭种植和后院种菜的朋友，别忘了关注喜小厨和他的菜园子，我会定期更新我的种菜视频和经验，陪伴您愉快的种菜时光。1分耕耘1分收获，小厨在这里祝愿大家种植愉快，收得幸福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